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5年11月17号。因为一点技术的直播的这个软件的问题，直播晚了几分钟。现在是美东时间11点半多一点。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现在开始了。那么，如果说已经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请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是否都没有问题。那么这个直播因为这个软件耽误了一点时间，看一下有朋友已经进来了。新朋友你好，请帮忙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是不是都没有问题。好的，那么我们就赶紧开始今天的直播。你也可以现在提问了。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标普。标普的话，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是日线6631和这个6920，这里有一个区间。现在因为上涨这一笔并没有出现，那么下跌这一笔你就不能说它不能说它结束，所以说两个方向都要看。那么在小周期这里其实是有一个中阴段，我们看一下1小时。那么1小时在这里6920起跌点，这是进入段，然后一个123反弹形成了中枢，然后又继续往下走。虽然说周五这个反弹力度很强，但是并不构成一笔，所以说现在就看是往上选还是往下选，对吧？目前看，虽然说你看它这里跌不动，或者说跌的不多，但是并没有起来，就是空头虽然弱，但是并不代表多头强，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所以说现在它一定要选方向，要么是往上突一突，突破这个小高点的话，6774，那么意味着这里的话就会构成反弹的一笔，对吧？其实还是在这里中枢震荡。如果说往下走，跌破前面周五这个开盘之后往下砸的这个小低点，意味着这个上面这一笔向下延续。整体来讲，它这里是有一个小的区间在这里震，我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这里有一个15分钟上有一个，应该是5分钟上有一个小中枢。我们看它在这里5分钟有这个中枢，还是借用的前面这个中枢，看到没有？这个中枢是借用它的，因为这个中枢并没有被破坏掉，它一直针对这个中枢也没有出现3买或者3卖。然后这里这个反弹，在周五这个反弹的话，刚好反弹成一笔，说现在就是一笔向下跌，你看它是不是要拉回来？那么这时候我们要数一下了，1、2、3、4、5、6、7、8、9，这已经是第9笔了，5分钟上的第9笔，能不能拉回来？不是说第9笔就要一定选择方向，那它也可以出现18笔、27笔都可以，对吧？但是它已经是一个升级的这个中枢了，也就是说这个中枢比前面这个中枢级别大。前面这个都变成进入段了，所以你现在要观察标普的话，就是看它这个针对这个中枢什么时候出现3卖，或者说出现3买，才不会继续中枢震荡，对吧？所以这就是观察标普的话，就是主要盯着5分钟，看它什么时候选方向。好的，简单说一下标普，我们赶紧来分析一下大家问的问题。秦朋友问了一个谷歌是吧？那么谷歌的话，今天还是说这个周末的时候出了一个消息，对吧？还是说周五出的？我具体的时间我没查。就是巴菲特的公司在这个13F 的这个报告里面买了谷歌，买了可能1%。当然了，对巴菲特的体量来说很小一点，1%还是不到2%的一个这个组合，但是可能那个数值相对来说比较大。对其他人来说，或对其他的基金来说，然后造成这个谷歌是一个跳空高开，现在是涨了4%多，盘前的时候可能涨了6%多，或者说周五盘后，可能涨得更多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也不代表是巴菲特买的，很有可能是他手下基金买的，对吧？不管怎么讲，对谷歌来讲都是好事。那么我们看一下谷歌的图形，这个高点又出了新的高点。那么月线上其实还是你要判断是不是83.45的上涨，月线上这一笔有没有结束，对吧？现在月线上没有顶纹型，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周线上
因为这个巴菲特的公司买入了它，这个造成这个周线上这个顶分型又被打掉了。之前周线上已经出现过这个包含关系的，现在又继续往上生长，周线上也没有任何出现顶分型的。那再往下看，就看它的内部结构了。现在，那么这个回落之后，然后现在又出现新的一笔，就潜在的一笔。那么这次的回落，从这个起涨点，我们看下面这两个中枢，最关键的就是这个142上涨这一段，这里有一个小中枢，这里有一个小中枢，高低点有接触，出现一个中枢扩张。然后开始往上走，开始离开了，1、2、3、4、5、6，现在是出现第7笔了。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一直讲这个波浪的话，或浪形里面，我们有两个模型，一个是7浪衰竭，一个是9浪衰竭。也就是说，尤其在大周期上，尤其是1小时以上或60分钟以上的周期，一般7段或者9段的话，就是一个极限。所以说，已经到7了，那你首先你不要追它，对吧？那么有的话肯定是可以继续拿，这是单边的上涨模式，这是最强的状态。所以说，对这种，这个大科技公司，尤其是这个谷歌是非常有意思。大家之前因为 AI 出来之后看衰它的这个浏览器啊，还有什么其他的，但是没成想，人家谷歌这个股价还节节往上涨，还有很多针对它的反垄断的案件呢，都没有给它造成实质性的下跌。所以说这是谷歌它的后劲儿，还有一些量子计算呢，谷歌在其他的方面都有很强的这个加分项。所以说，这种股票你所要做的就是长期持有，或者说你长期持有一个大部分的仓位，然后利用小的周期做中枢震荡，对吧？那现在已经到了日线的第7笔了，那么你要做的就是要不要减一点仓位，对吧？那继续往上走，你有底仓，往下回的话，你可以利用小周期的震荡。这里如果上去回不来，上不去，你看它这个 MACD 力度并不够强，所以说更多的人是在卖，因为它这个盈利实在是太丰厚了，针对这个在底下就买的这帮基金，所以说现在这个位置，不建议往里追，尤其这个本周最重要的就是英伟达这个周3的财报。那么周3的财报肯定会带动大盘也好，或带动个股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震荡。那么在这个之前的话，你先卖一点或减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整体来讲，这个并没有太多可以说的，因为首先它如果说没有消息刺激的话，它本身的震荡幅度并不大。你看，一般都在1%左右的一个震荡，所以这种谷歌的话，相比较英伟达或者 AMD 的话，它的振幅是小的。我的建议就是，最主要的仓位要拿得住，尤其是这种它涨得不多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涨得慢你就不拿了，对吧？也可以就买一些基金或者 ETF， 里面都是这些大的科技公司成分的。因为现在好多人一直抱怨说啊，现在那个集中度太高了，只有这么7姐妹或者这几个大科技公司在涨，其他都不涨，那不很正常吗？因为他们是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有潜力的，而且之后还是会继续增长的。那大家又不是傻子，肯定都去买这些很明显的了呀，对不对？那么我们作为小散户，我们肯定是机构买什么我们也买什么，因为他们是抬轿子的，我们是坐轿子的。所以说不要搞反了，而去买一些听都没听说过的一些股票，或者说你认为有价值的，但市场并不涨或市场并不认可也没有用。所以说即使是有泡沫，如果说你在有泡沫的时候都赚不到钱，你难道期望泡沫破灭的时候赚到钱吗？所以说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所谓的泡沫。泡沫不泡沫对我们来说其实无所谓。我一直讲股市的风险不在于什么政策风险呀、泡沫风险，还是什么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最大的风险在于股票的价格上涨下跌过程中的这个价格波动风险。如果说你在它的波动过程中没有赚到钱的话，那么对你来说才是最大的风险，对不对？在涨的时候你有没有把钱赚到，回落的时候你有没有避得开，然后上去的时候你有没有能接得住。所以说价格波动才是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风险。如果说你这个风险处理不好的话，我只说它那个股票好，但是它一直不动在下面有啥用啊，对不对？或者说涨的时候你手里没有股票，你一直看好它也没有用。所以价格波动才是最大的风险。那么这个确实是没有太多可以说的，我的建议就是长期拿的。好的，那么的话你可以继续提问。那么
还有一个 Shirley 的朋友，你好，也可以继续提问。那么在等待你们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个今天比特币的话，我们看一下。那么比特币大周期上，现在我要讲一下它的大周期。那么比特币现在是月线上，这是一个下面有一个大中枢，然后这里有一个第二个大中枢，现在就是 A 和 B。但是 A 和 B 的高低点是有接触的，也是一个扩张的。那么现在比特币啊。最差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直接拉回到这个月线中枢里面来，就是拉回到月线第二个大中枢里面来，甚至砸穿它。但是呢，这个的幅度也现在看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69000是这个月线大中枢的这个上沿，对吧？如果说真要砸回到这里来的话，我们看20%将近30%的空间吧。不是说不可能，而是说如果说真砸到这儿的话，那可能很多的公司都要倒闭，尤其是那些以比特币买比特币作为他们资产价格的那些公司，尤其像什么 MSTR 了、MicroStrategy 这些以它为代表的这些，肯定好多都要崩盘了或者怎么样，因为他们就靠这个比特币上涨才能赚到钱，才能去发行他们的债券嘛，对吧？所以现在月线上这个状态是非常的差，但是月线出现顶分型，它一般的情况，因为周期非常大，它可以在它的次级别，比如说周线上或日线上弹一下之后再继续下来。所以说一般的情况下，尤其是它这个体量比较大的时候，它连续跌5个月的这种概率比较低。所以说如果说你手里有的话，可以在它次级别或者说次级别出现反弹的时候先减一减，或者说你做它的一个小反弹也没有问题，因为它现在的周期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月线，我们看一下这段的这个周线。那么周线上是带一个明显有一个中枢的，对吧？从这个49050这个上涨进入段，然后2次回荡构成中枢，这次就拉回来了。那么这次拉回来之前，它在这是哪一个周？11月3号这周，它第一次跌破这个10万的时候，是出现过一次空头陷阱的。那么我当时是建议过可以做那个小反弹，但现在它已经强势的突破了或跌破了这个中枢的下沿。然后我们看它的这个张口 ，MACD 的张口张得很大，看到没有？张口张得很大，意味着动能很强。所以说，在它大周期动能很强，没有被消化的时候，你去做多，那就是你要小心一点。仓位的话控制一点，对吧？不代表它不可以反弹。我们再看它的小周期，现在看这个126296以来的右线，就看它右边这些，就看这些。那么在右侧的话，现在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结构了，进入段一次反弹，2次反弹构成中枢又下去了。那么我们就要比较一下现在离开段和进入段的这个力度。我们看等比例在84702，也就是说跌到84702才跟这个进入段的这个空间才一致。如果说在这之前能反弹的话，说明这段内部被持了，对吧？然后看弹一次之后，如果说这里有反弹的话，现在也是在0.618，弹一次之后看能不能回到这个中枢区，回不去的话就是三脉，日线的大三脉还可以往下走，是一个3段背驰之后出现大买点，还是说5段，我们不知道，对吧？所以现在就看最后这个离开段。我们把这段给它高亮出来，然后看一下它的内部能不能够出现一个潜在的在日线上出现一笔的反弹。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4小时。那么4小时的话，我们把这个给它清一下，然后给它断开，然后这是4小时的那个起跌点107482。在4小时上，我们看它这里是出现过一次反弹的，就是这个位置，然后这里也是出现过一次反弹，所以说4小时上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小五浪，这是第一次反弹。然后这里是第2次反弹，是在这里。我们看它的这个4小时，就是说这是第一次下跌，这是第一次反弹，这是4小时那个二脉，然后啪啪啪啪直接到这里。然后在今天的这个应该是早晨的时候才出现了一个4小时的一个小高点，也就是说这些 K 线才构成了一个4浪反弹。那么现在又跌破了前面这个小低点，出现了一个潜在的一个小五浪。92948还没有跌，我看啊，92948，这是92943啊，还没有跌破。这个前面这个小低点还没有被跌破，但是你看它 MACD 并没有往下走，对吧 ？MACD 已经抬起来了，所以这里面如果说能够跌破它，最好是跌破它，出现一个五浪的一个背驰，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位置是可以尝试做这笔反弹的。但是如果说它只是一个很弱的反弹，也就是说这里做一个4小时的中枢的话，在这里做一个中枢可以继续向下走。最好的情形当然是这笔的反弹一定要有力度，直接突破这个中枢的这个上沿，也就是说突破这个95950这个位置。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期待这笔反弹能够强一些，起码给一个小3段也可以啊。以这种方式构成日线上的一笔反弹，对吧？所以现在就盯着4小时上，首先要把这个最好是把这个92943跌破，现在就差1点没跌破。那么有可能小周期里面出现一些背驰啊，或者说有些机构开始买了。那么最好是跌破之后，就是一个5段背驰再进，然后看它这笔反弹的力度。如果反弹的时候这个 MACD 跟着这个张口张得特别大的话，那就多拿一拿。因为它完全可以爬到0轴这里再往下走啊！如果说这样的话，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就现在的位置离这个0轴还是有挺大的空间的。那么它可以没准再拉回10万以上，也都有可能的。所以说现在比特币，首先你要手里有的话，不要去割肉了，已经是4小时的第5浪了，或第5段要结束，有可能短线要结束的时候你去割肉，那基本上就是地板了。所以说，针对这个的话，可以。手里有的话可以多关注一下，但是这也只是，除非是出现一个强势的反弹时候才可以多拿一拿。如果说一旦发现它很弱的，一定要走，因为我刚才说了，大周期上日线呢，这个周线呢、月线上都没有出现这个明显扭转的情况下，那么小周期我们做多的话都是一个刀口舔血的。好的，这是针对这个比特币。然后有一位朋友叫 Tomalex 啊，你好，好久不见。有时间的话看一下 NBIS， 我们还有10分钟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提问。NBIX 这个我们很少问，很少看，不太清楚是之前也分析过，也有朋友问过，但是它的基本面的话，我们可以这个大家可以查一下，但是时间有限，我们就不看它的基本面了。这是在周线上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落，也就是4浪回撤。我们看一下这个起涨点这里，从这个 14.09， 这是出现了一个1、2、3、4浪的回撤，或者第4笔的回撤，也回撤够1笔了。那么周线上我们把它标出来。那么周线上这回落这笔，我们先测一下回落的多大空间吧，有 5% 左右，50%左右。接近 50%， 对吧 0.5， 那么接近 50%， 又在 0.5 和 0.382 之间，有希望止跌了。但是目前这个上一周或上2周跌得太狠了，那么有可能啊会把这个上一周的这个低点打掉之后才可能往上拉，也就是80附近吧，80附近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强力的支撑，又是一个整数。那么我现在看一下这个回落的这一段。日线上3段，清晰的3段，我们可以这个测一下它的这个黄金分割扩展器，又是这个等比例，对吧？所以说你有这个工具之后，你可以耐心等，到了这个关键位置，我就看它是不是要跌破的，是不是有这个支撑往回弹。现在依然说今天吧，出现了一个底分型了，但是这个张口张得太大，那个柱子的面积也没有明显缩短，意味着这只是一个小短线的一个反弹。这个短线反弹，你有能力就做，没有能力的话，你就看着也无所谓，因为它完全是可以不碰这个 96.43 就直接掉头，再来个5，也就是说走一个小5段的时候，可能更稳妥一些。也就是说，你要等一个5段背驰，可能更好一点。但是如果说这里非常强势的那个反弹的时候，你也可以做。如果说你的手里已经被套了不少，想搏回来一点，那你就看它这里能够反弹到什么位置，对吧？具体到什么位置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按照它现在的状态，如果说弹一下也只能到这些黄金分割的位置的话，那你一定要接着跑，因为这里只不过就是做了一个反向中枢，它可以继续往下走，对吧？所以现在就是节奏，但这个位置是可以去尝试，因为它又是等比例，又是一个底分型也出来了，然后内部也有一个小中枢，但是其实就是这个小中枢的离开段有点大，现在是它在做小中枢的这笔反弹呢，可能小中枢做一个中枢之后，如果说能往上走的话，可能更好一点，或者说它在这里小周期做一个小中枢，可以继续再跌破这个位置，构成2个小中枢之后，可能这一笔才可能结束，也就是可能到80那个位置，然后再可能一个大幅的上来，然后再来一个5浪也可以。
所以说短线的话，有能力是可以稍微做一下这个。好的，那么还有几分钟时间，他还问了一个 CRCL， 但是有一个新朋友 Clark Kent， 他问了一个，我们先每个人尽量分析一个，然后再掉头回来再看，如果说有时间的话。ONDS 这个应该是从来没分析过，能否可以现在入还是等一等？我们看这个票我们从来没说过的，然后在底下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中枢也好或者箱体也好，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箱体，这是在23年10月份的起涨点，也就是说这个所有的上涨都是从这个点位开始起来的。那么在周线上做了这么大一个中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枢。那么这个是123不够一笔，所以说它这个中枢的区间在这里，这里是它一个周线中枢的一个大区间，对吧？那么周线中枢区间之后，从这个起涨点我们可以测一下它回撤了多少，也是在这些黄金分割的位置，发现没有？然后出现了底分型了还，然后出现底分型之后，我们赶紧看一下它的这段的回撤的内部能不能够出现一个实质性的反转，因为它针对下面这个大中枢是3买啊，这个位置是一个潜在3买，所以说周线上看的话，这里是可以尝试往里进了。那么日线上看的话，它回落的话，现在这里有过一次反弹，但是不构成一笔，所以说这里只是一笔回来了。那么这次反弹是够的，然后这个还构成了周线上那个大底分型，所以说它如果说我要是那个做这个片的话，我要看它的这一笔内部的这个结构，1小时上有没有给我一个2买之类的。那么它现在是一笔上一笔下，然后再上再下，对吧？开始做中枢了，这里已经做了一个1小时反回撤的中枢。但是呢，这个中枢不能说就是一定在这个位置，因为它我们把1小时这个给它标出来，因为它可以是落在这个位置，也可以往下继续延续。如果说它往下继续延续的话，那么这个中枢的位置就会出现变化，对吧？所以说，你说是想现在进还是等一等？我建议是等一等，为什么呢？因为这段明显没有完事儿啊。我们看一下它的小周期，15分钟上没结构，但是15分钟已经到了这个2个均线这里，然后5分钟看一下有没有结构。我现在要看到了它的中枢，也就是说有中枢的话才有可能出现逆转。那么在这上面做了一个中枢下来的，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很清晰的5分钟中枢。那么现在这个位置反弹还不够5根，发现没有？针对它还不是3买，所以说还不能进。我要是你的话，可能再次跌破这个，也就是说在1分钟上可能出现了一个盘整背驰点。那么你这个级别太小了，因为这个买点的话是1分钟上的1买。那么我的建议是5分钟上什么时候你看到一个大的反弹，然后再回落一次，做2买，或者说再跌破前面这个低点做1买。但是现在这个因为这个反弹只是这个1分钟的反弹，所以太小了，所以说最好是再等一等。那么，但是整体来讲，它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因为这个1小时这一笔，如果说结束之后，那你能抓住这个结构买点的位置的话，它是可以继续往上拉升的。所以说，是这个票，如果说你比较熟悉它的基本面的话，是可以等待这个，就像这种，就像前面这次，我们看一下它前面这次，就像这次它有一笔回落，然后一个快速拉升，发现没有？所以说，如果说你能抓到同样的这个回落点的话，那就非常有优势了。对吧？这个位置，因为它也是在它慢慢回落之后出现的，那么你能不能抓住的话，那就需要盯盘了。这个的话，就需要你个人的去花时间盯一下。但是股价现在是6块1毛8，盘子比较小，所以说注意一下风险。好的，还有3分钟时间。那我们最后再看这个朋友问的，Tomalex 问的 CRCL， 这个是就是叫什么？那个稳定币的发行商，对吧？但是呢，它不是最大的发行商，最大的是 Tether， 它是只是老二，但是 Tether 并没有上市。那么它是之前上市的价格是31，然后31在很短时间内涨到298，基本上很短时间内涨了10倍，对吧？当时是让很多人可能大赚一笔。但是现在呢，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
基本面的话，因为现在比特币也比较低迷，整个虚拟币的这个行情或者虚拟币基本面都比较低迷，所以说，也造成了股价承压吧。你先不说它的基本面有多好，或者说有多大的前景，前景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画饼，都可以随便说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我刚才就说了。这个最大的风险就是股价震动的风险，你在这个位置这个没卖，那就下了，这对你来说就是最大的风险。不管你说啊，我是长期持有，我持有100年的无所谓，那有啥用啊？你亏着呢，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说没有利用这个股票的价格震动赚到钱，那都是白扯。那么现在。前面这个最低点64，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上，现在是出现了3段，我们先看一下这3段有没有出现一些可能的背驰之类的。目测的话是还离这个离等比例还很远，你到等比例的话都是负价了，对吧？那么但是呢，现在是周线上已经回落了够一笔了，但是周线上现在明显的没有任何的底分型，没有，对吧？这是我们可以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这个周线上。那么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有没有可能止跌。我们把这个前面这里也有朋友问过，我们把它这个图形给它确认一下。我们现在只关注159右侧的。那么159右侧，我们把这个日线上给它稍微补充一下。这里是有过一次反弹，其实是可以当做一个二卖的。我们可以这样划分，就先把它当成一个二卖了来操作。那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更低点在这里。破坏了这笔反弹的结构，就是说从123.09这笔反弹呢，因为它这一根 K 线的原因破坏了这笔反弹结构，但是我们可以利用递归的先把它当成一个二卖，因为这个位置如果说你能够发现的二卖的话，你是能够卖在最价格相对更合理的位置，对吧？如果说你147卖掉的话，相当于你逃顶了，起码是次高点，对吧？那么现在这3段如果说这个不管这根毛刺的话，那么这3段是看不到任何背驰啊，3是没有背驰的，它可以一直往下走，甚至是到31也好，到0也好都可能，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是唯一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没有背驰，没有背驰就不会逆转。那么你要想去抄底的话，那你就得准备好大笔资金去抄了，它可能抄到你都没有钱的时候，可能还在跌。所以说这种不背驰的状态，我一直跟大家建议的是，那就等。什么时候反弹了也不做这个反弹，我反弹让我减仓，因为这个样的话你不会盲目加仓，因为你加仓越大的话会造成你的心理承压能力更大。所以说我的建议是不做这笔反弹，不要4的反弹，我只做有反弹出现了我先减，然后等待5。如果说什么时候发现这个4的反弹，它因为它内部也是有结构的呀，如果说内部出现了就比如说这个3小周期上3是不背驰的，你可以买一个4的回落，甚至是在3出现，比如说它第一个往上拉的升的时候，这个小中枢是在这个位置，就明显是很强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再加都来得及，晓得吧？所以说不要盲目的去补仓，可能是套的比较深呐，或者觉得这个公司画饼画得好啊，就要买它，这是大错误。或者说啊，我看它出现背驰跌不动了，比如说你的分析方法，你把它当成中枢，这个当成进入段离开段，有背驰了。有背驰并不代表逆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背驰并不代表逆转，很多人觉得有背驰就可以买，那是完全的一个错误。所以说，首先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那么有反弹先减仓，但是那个时间的关系，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要结束的时间了，没有办法。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次再见。